我就是对一句话，其实古人常讲的君子慎独。那我觉得这一句话让我就会思考说，那我自己在四下无人的时候，我都会做些什么事？然后再来一点就是我去看到这些，我会觉得说，哇，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要成为君子，可能是因为内心太龌龊，然后独处的时候做了太多龌龊的事情。男子汉学院，砰！本节目是由全台湾最美最屌 Podcast 录音室 Mike Mike 赞助播出，感谢麦麦，感谢 Mike Mike。我是 Eric 摇摇马，我是 Jeff Machine。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独处，独处。现代人非常欠缺的一个能力，是哦，普遍。OK， 你喜欢独处吗？我非常热爱独处。对，但是你很难，因为小星星很可爱。对，因为我有女儿，对，有女儿，应该说有小孩的家庭哦，对，这些父母们要独处是一个很奢侈的享受，奢侈品。对，但是对于黄金单身汉来说呢，我不知道黄金单身汉的想法。因为我不是要不然你是什么？我是青铜单身汉。青铜的，我觉得一个人看每个人的生活选择吧，我也是喜欢独处的，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明显。我觉得跟好朋友相聚是好事，可以交换想法、交换生活。可是我现在不会想为了有人在身边而特定去约人做什么事情。如果这个时段我空下来了，我就空下来，然后独处可以给我自己很多思考的空间跟能量。那独处跟孤单有什么差别？对，我觉得独处是选择，孤单是感觉，是一个情绪。对，它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感觉。对，然后独处是一个积极的选择，就是我决定选择这件事。对。你不是说你前一阵子有看到什么孤独量表？我真的还去网络上查孤独量表，对，一个人吃饭是等级1。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国际孤独等级表，还真的有这个东西。有，我都看到觉得很好笑。第一集是一个人去逛超市，这太容易了。第二集是一个人去吃餐厅，简单。第3一个人去咖啡厅，这也很简单了。对啊。第4集我觉得就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一个人去看电影容易。好，这对你来讲都容易是吧？好。那第5集一个人去吃火锅，没问题。只是我没有那么爱吃火锅，所以还好。我一个人吃饭常有小火锅，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一个人去吃大的麻辣锅，可是这东西很微妙，因为一个人你就不会去吃大麻辣锅，你可能就自己吃饭就好了。也是。好，第6集一个人去 KTV。我没有那么爱唱歌，所以还好。对，一个人去看海，第7集可以。第8集一个人去游乐园，我会一个人做很多有趣的事，但是游乐园嘛，我觉得游乐园一个人去也没有不行啊，就自己玩自己想玩的就好了。但是就很怪啊。就是通常你去游乐园一定是这个怪要看你是觉得别人觉得你怪还是你自己觉得怪。我自己不觉得怪。对，只是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因为至少在台湾去游乐园是需要路程的。所以你与其花那个时间去那边，你不如去做一些其他你觉得很好玩的事。一个人出国是第几个？他没有，里面没有一个人出国，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去游乐园跟一个人出国或者一个人去看海是有点类似。我超爱一个人出国的。以前就很爱了。对啊，你看像我就好像除了出差以外，我一个人旅行是乐在其中。OK， 那你孤独等级表里面都是算高位。那第9集一个人搬家，搬过真的那第10集一个人去做手术，做过，不是严重的，就蜂窝组织炎去动小手术，我一个人去。然后鼻子断掉，我也自己去。哇，这样算吗？一个人做手术？如果以国际孤独等级表的话，但是他手术的大小是什么？就是心脏手术，那一个人就太危险了。没有，它上面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大家可以讨论，或者是说引起大家注意关注的一种
方式。如果广义来看，一个人做手术我做过还不止一次啊。对啊，那以可以被讨论的程度来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蛮孤独的人，可以这么说。如果以这个量表来看，对，那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的状态？我其实人格特质会改变嘛，对不对？除了内核以外，内核也会精进。然后像最近很红那个 MBTI 嘛，MBTI 就有讲啊，E 人 I 人，E 人 I 人的定义其实是会随着年龄或状态有变化的，对不对？然后 E 人 I 人也有分 E 人里面的 I 跟 I 人里面的 E， 外向里的内向跟内向里的外向可能是接近的，然后像我自己的感觉是年纪慢慢大了之后呢，其实我反而对于独处这件事情是感觉到很自在的，然后我也觉得是很必要的。OK， 我曾经有经历过那种，就是礼拜五晚上没有人约我，会觉得靠完蛋了，没有行情了。所以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每周末都会到了晚上就开始 call 了，但我在更早之前那时候就是一定要有局。像我们那个时候一起出来玩是有也可以，没有也没差。但再更年轻一点是礼拜晚上都没人打电话给我，那我怎么办？我是要赶快打电话约人出来。是有经历过了。对啊。所以可以这么说，你虽然刚才那个孤独等级表里面是高的，但是很多是出自于你的选择。对。Okay， 我觉得我的天性是外向的，但是我慢慢变得比较不这么事事向外求，包括情感当然是要有另一半最好了，但是譬如说得到肯定或是友情这种东西，我会有变得比较不刻意的，对，然后还有就那种休闲时间有没有人一起，我觉得这也变得不是那么刻意一点。那来聊聊。有没有什么时间点或者什么关键事件让你有这样的转变？就遇到很多事情，我相信你也是一样啊。就是譬如说，好，你人生中会遇到很多，不要讲挫折哦，可能有一些事件让你的性格出现了一些成长，然后又出现一些事情，又出现一些改变，慢慢一件一件事情就你会慢慢形塑你自己现在的样子嘛。对啊，所以我今天早上才跟一个好朋友聊天，讲到就是，其实我觉得人生有起伏、有挫折、有难过的事情，都其实是蛮有趣的。对，它不是坏事，因为如果你人生永远都很快乐，就是一滩死水。那像我觉得转变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之前情感上面的挫折、事业上面的挫折，然后我发现到。这些东西发生的时候，你向外是得不到真正的安慰的啊！大家会跟你说啊，没事啦，加油啊，哦，你们会很好的。对，你听一听，会觉得好像是这样，可是到最后你还是要把时间拉回到自己，精神拉回到自己身上，你怎么去消化跟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件事情这样塑造下来之后，我会发现到我的体验是，到最后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才能够去消化、面对。跟解决，那你就会发现到独处其实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在一些很关键的时候，然后变成习惯之后，其实你就会比较坦然的，也比较自在的可以去看待这样的状态，然后甚至你有时候去选择做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可能其实蛮早，我就是对一句话，其实就是古人常讲的“君子慎独”。就是可能出自中庸，好像大学里面也有讲，对啊。然后我对这句话其实我蛮有感觉，然后后来去想，古人在讲说，其实，在四下无人的时候，你独处的时候，你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慎独就是你要小心，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就可能是你真实的面貌。对，那我觉得这一句话让我就会思考说，那我自己在四下无人的时候，我都会做些什么事？然后再来一点就是，我去看到这些，我会觉得说，哇，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在四下无人的时候，真的就是没有人管你，你爱干嘛干嘛。而且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真的你有大把的时间，
对啊，那我觉得这句话让我会觉得，我会把独处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提升自己、面对自己的一个时间跟空间。对啊，那我觉得也许是我对这句话有感觉，是因为我也对君子这件事情有一种向往吧。憧憬，想要成为君子，想要成为君子，可能是因为内心太龌龊，然后独处的时候做了太多龌龊的事情。对，小时候就觉得，你看个 A 片啊，打个针，觉得哇，自己有点龌龊。不会吧？年轻人哪有这样想？我觉得我会，掏一枪很开心。我会，就是会觉得说，我虽然我觉得这个也是你随着年龄慢慢长大，你在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后来我也才慢慢知道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选择。是啊，当然。所以它的分界点在哪里？好，我们就讲打手枪这件事情，看 A 片来说，它的分界点在哪里？其实跟刚才你讲的孤独跟独处一样。如果今天我是被我的欲望不停的驱动，然后我变成一种被动的，我是消极的，我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甚至你不想的时候，你还是会对，然后我就觉得时间到了，或者是四下无人了，我就开始把电脑打开来，然后就开始拼命看，然后拼命打手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被动消极的一种习惯。它最后很恐怖的是，它如果变成一种习惯，那我觉得那样子就比较不好。但如果今天我主动选择，因为我有需求，对，然后或者是我需要去释放我的性的能量，对啊，那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很健康的。所以道家或是说一些中国的修行有提到，就是以男人来讲，骄而不懈，或者说你自己但不你可以讲出骄而不懈。对啊，它其实是一个修行啊。是，你要做这件事，因为阴阳调和很重要。可是如果你每一次都要求就是兽性的解放，它其实长期来讲会影响你的心灵，就是会变得没有办法去提升这些东西。因为我才看完那个 Napoleon Hill 那本书，我突然想不起来名字了，就是好像成功学还是什么。他说其实性欲望是人类最强大的驱动力，可是如果你去滥用这个驱动力，满足最基础的生理需求的话，它就不会提升。那如果你懂得去提升性能量的话，它会在很多事情上带给你非常强大的动能跟力气去完成你的目标。然后我看完这段，我去结合道家或者讲养生提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就突然有个理解，在东西方其实用不同的语言去阐述同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能够去适当的转化自己的性欲，不是禁欲，禁欲是不自然的，能够转化跟控制你的性欲，它其实会成为你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骄而不懈不会斗短，不会。以前的人会，但是还是要解放。是我记得好像是抱朴子吧，很红的书，就是一个道家书，他讲好像就是还是类似的经典文献有讲到2周一次。他们已经研究出来了，对，2周一次。然后以现代的医学会说什么？如果你常常没有性行为、没有射精，可能会射物线会有问题。但是其实道家讲了，如果你从更高层的角度来看，就是你还是要有阴阳调和，但是最好的是2周一次，你还是要有解放。对，但是那个次数跟状态要你自己能控制。对。然后像阳刚与阴柔里面其实也有讲嘛，就是男人在性方面的射精或是这个终结这件事情，要能够自己去控制，而不是被另一半要求，或是完全的去迎合另外一半的需求。这是一种精神跟能量主控权的掌握。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相信这件事情。是因为那本书的后面讲蛮多。对啊，如果没有看过那本书，我觉得我还蛮推荐。我们已经在节目里推到725次了。应该对，但是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最后面他在讲有关于性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东西因人而异吧。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像你刚才讲，他需要去试验。对，我觉得每个人
的状态不一样，然后那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因为它比较牵扯到的是一个能量比较心灵层面的。对，像我理解他讲的，就是你怎么样把那个能量从最底层一直萃取往上，然后开始一直走到更上层的，去引导这个东西，其实对你自己提升很重要。对，我知道，我只是说。那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很难啊。对，我想要表达的是说，那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有时候不小心多撸了2下，还是会控制不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里面讲的那个理论就是女人她在潜意识里面，或者是她甚至是她有意识的，她是希望你不要能泄。对啊，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值得探讨的啦。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是真的。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不见得有时候另一半会生气呢。如果你没有 finish， 要沟通，对，要让他理解。对啊，所以并不是像他书里面讲的，因为他书里面写的是说他认为女人她就是这样子想，或者是女人。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潜意识的角力。你懂吗？对，我就是发现并没有，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对，因为如果是一个潜意识的角力，那我会感受到，因为我不是一个不敏感的人，对我是一个我是会关心。我们都知道你很敏感 ，OK？ 对，一触即发，我是会去关心另一半的感受的人。对，所以我会知道说这一点他没有这样，我甚至我有问过他，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我对于这件事情是，觉得还可以再讨论。对啊。所以这沟通啦，如果一旦牵涉到另一半，沟通就很重要。是，对啊。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让他理解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大部分人会接受。大部分人会接受。原来你是在偷偷练功。我没有偷偷练，我就光明正大练。为什么要偷练呢？对啊。采阴补阳，对，而且阴跟阳的修炼方式是相反的，对。这个说实在，我还没有研究到那里。对，就讲，就是我有《黄帝内经》素女真经，有师傅在指导我这种东西嘛。但这个东西就像 Eric 讲，就是因人而异。我不讲的，你可能不认同，那也没关系。至少我做了之后，我觉得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啊。然后就回到一件事嘛，就所有事情都是选择。性欲只是其中一个。那独处的时候，除了性欲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选择，包括你把独处的时间拿来做有意义的事情跟没意义的事情。比如说现在的人会，人家讲 rabbit hole， 就是你刷那个手机，你就是忽然，我到底在干嘛？对啊，所以我前一阵子我把我所有的那个 social media 我都设时间限制，对啊，所以你万一不小心掉进去那个洞里面的时候，我的手机就会告诉我说，这时间到了。OK， 对啊，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个办法，对啊，所以我觉得要创造出来。很多人说，我没有办法独处，我没有时间独处，但是很多时候你有，只是你把时间浪费掉。就像跟大家说我没有时间运动是一样的。你没有时间做30个俯卧撑，但你有时间追3部剧。对，但话说回来，追剧你觉得算独处吗？我觉得追剧其实严格来说，它是一种娱乐。我不会把它归类在真正的独处里面。像前一阵子很红那个黑神话悟空嘛，其实我超想玩的，超想玩的。对，听说故事真的很棒，可是我不敢玩。我也做了选择之后，我也决定我不要玩，因为那要花很多时间。我也不是一个忙到没有时间的人，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也不是什么大企业家。可是我觉得有这些时间，我会想要看看书，或是拿来做个运动。对，我也很想玩，可是这就是选择嘛。然后或者我选择是跟自己对个话，想一些事情。对，所以我们刚才讲，所以独处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跟自己相处的一段时间，5分钟也好。对，然后目的是要让自己安静下来，去聆听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它是要专注一些事情，它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很来自于内在的一种满足，然后是一种自我关爱的行为。所以你刚才讲的，比如说
甚至散个步，对，然后现在像我，其实我就会花蛮多时间静坐，对啊，那静坐我觉得绝对是独处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办法。我也会啊，我现在起床都先静坐，对，曾经有静坐到自己，我不知道我是睡着还是入定，我跟我师傅聊过，他说应该不是睡着，就是我做，然后意识就消失了，然后就好像有点这样，然后但是我脑袋还有在转，然后突然不行，我再继续，然后又下去了，然后就时间一看1个半小时，我有好几次这样，所以我到后来都要设闹钟。但是你说你下去，那是像做梦吗？还是就是我有意识到我还有在想事情，但是好像时间跟动作变得很慢，然后很多东西都消失了。那你在想什么？譬如说我在观息，就是看我自己，听我数我自己的呼吸，或者去想能量的传递，从脉轮怎么上传这些有的没的，或者去显化一些东西，然后突然就觉得动作变慢了，然后我还在想，可是好像等一下我要拉回来，不是我在想别，就是时间变得很慢，然后我觉得自己好像慢慢沉到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拉回来再一下，就这样几次完，然后那次我第一次吓到是我这样弄了1个半小时，然后我是坐着，我没有躺着，然后我就很好奇，就问我师傅说应该不是睡着，对，然后我自己也很想知道答案，但是我现在也一样，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我已经快1年了，起床都会先静坐冥想，然后会显化一下。显化 OK， 先不管有没有效果，但我觉得至少每天起来会先让自己有一个时间是先充电的。我觉得独处是一个很好的充电方式。OK，我聊聊刚才你讲你的法门，或者说静坐冥想这件事情，有很多人说不知道怎么开始，对啊。但我觉得有时候像你刚才讲的啊，什么脉轮也好啊，呼吸怎么样，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本来我们静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是要排空我们脑袋里面的垃圾。如果你有去尝试静坐，你就知道哇，原来我们的大脑里面有那么多的莫名其妙的想法，一直跑出来。对，那静坐的目的其实是要让你把这些东西清空掉。对，那当然有很多种方法，对啊，那有直观打坐，对不对？只注意呼吸或者数息。对，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因为我也去读了一些，比如说道家这个静坐的法门啊，什么什么，但后来我还是比较回到禅宗的方式。其实我就是只是关注呼吸，但是不是关注呼吸的方式，关注的是气进跟出，而不是它到体内到哪里去了。就像你刚才讲，我曾经被这个困扰过。我会变成我在想，我现在气到底有没有输送到我想要它去的地方？太具体。对，然后变成我不是在静坐了，我变成我是在练气功，变成你在每次静坐都是上一次健康教育，对，器官有哪些？对，我也经历过这样子。对，我后来就把这东西摒除掉，因为一直说气进来了，到什么地方什么内脏什么干嘛，我后来就觉得太复杂了。我现在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气进跟气出。然后去看吸气几拍，然后出去的时候我的嘴巴或者哪里吐用力，就类似这种。然后后来顺了之后，我就开始去观想，就是脉轮高到低，低到高，就上下来回循环。就这样听起来很复杂，其实我觉得我后来反而理会到，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就是坐着先呼吸，先专注在呼吸上。我现在鼻子吸气，身体开始放松，然后吐气。我觉得从这地方开始，就算5个呼吸也好。就一点点时间，跟长短无关，而是你有没有去启动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做1分钟，我也坐不住啊。对啊，很多人跟我说，很多人坐下来，他说我连1分钟、2分钟我都坐不住。我觉得是正常。所以你是从这样子开始？是啊，1分钟都坐不住啊。我呼吸3下，我觉得怎么那么久啊？然后就起来，他1分钟而已。然后1分钟后来变成3分钟，后来变成8分钟。哇，那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靠着训练。能够我看外表也知道是一个很浮躁的人嘛，以前的。OK， 我从开始我就发现我是比较可以坐得住。我从一开始1分钟我觉得很痛苦啊，但是教我的人就说，你就1分钟也好，1个呼吸都好，就先做，
慢慢就会进步了，慢慢你就可以感受到。然后一开始好，反正我也没损失嘛。原子习惯，对，就是真的啊，就1分钟，一开始就只有我3个呼吸就好，真的没骗各位，3个呼吸要1分钟，还刚刚还3分钟嘞，有进步了。对静坐有兴趣的，我蛮推荐杨定一博士，对他写的那本静坐，我觉得他就是从科学的角度，然后全面的去帮我们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因为他本身的修行，我觉得也是很够的，所以它里面教的方法其实都很实用。对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入门书。独处不一定要静坐，但静坐是一个独处很好的充电方式。然后也不要把静坐想的门槛很高或是很困难，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从小开始。我刚才在来录音的路上，我在听那个 Harari，就是那个人类大历史的那个作，对，他出新书Nexus 连结嘛，对。然后他上了一个 podcast， 然后他在讲他每天静坐2个小时，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不静坐2个小时，他没有办法从这么，因为大家都说他是从一个上帝视角在看人类的演变，这个社会人类社会的演变。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视角，是因为他接触了静坐，然后他每天花2个小时。其实很多人到后面会充满能量，都有不同的方式，但是静坐是非常多人选择的一个方法。代表他在很多情况下，跟很多不同的个性下，它都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对，所以我觉得独处不一定要静坐了，你可以找到任何方式，但是一定要有时间跟自己相处，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你有没有在独处的时候，还有什么样子的，觉得除了静坐以外，你觉得是不错的一些活动？有些人觉得阅读不算独处，或是有些人觉得阅读并不是真正的跟自己相处，可是我是真的很喜欢阅读了。阅读算啊？有人定义更严格，就是你需要花一段时间是完全放空，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做，然后完全跟自己相处，完全去思考，然后完全去跟自己的内在融合。对，那我觉得这个就归在静坐那一块嘛。可是有人认为，在这个情况下，你连书都不应该看，你要完全去净空。应该这么讲，如果你今天看的是小说 ，OK， 或者是漫画，它其实就跟追剧一样，它就是消遣。小说也不一定消遣哦。没有，我是说一般小说。但是如果什么霸道总裁那种系列嘛，对，应该这样界定啊，就是说今天会让你产生对话的娱乐。好，我在想，即便是一个剧，它如果让你产生自我对话，因为你在这个剧里面你得到一个启发，对啊，然后或者是你阅读一个东西。你在这边开始产生自我对话，我相信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你会开始自我对话。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对啊，就像你讲，小说也有可能让你有这样子的自我对话。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嘛，独处它是一个让你自己静下来，然后产生自我对话的一个空间。行动。对。那这样子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对啊。我最近看了有一本是老小说，有一本是新的。我但2本看完，我都跟自己有非常多对话。一个叫《国宝》，日本作家写的；另外一本叫《明日，明日又明日》。小说这2本在今年给我很大的情感上面的，不要讲冲击，波动，就是我看了之后非常有感触。像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就是会跟自己产生对话。我觉得其实。有这样跟自己对话，或是刺激自己思考的行为，是独处。我自己觉得是独处的一个关键，而不是沉溺在某件事情上，然后被动的去接受东西。要主动。对，是。所以我们刚才在讲独处带来的益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花很多时间在讲，它就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跟自己对话，然后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嘛。对，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它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情绪的韧性。对啊，因为我们在尤其男性在社会上扮演一个要承担很多责任，要这个提供保护、提供这个收入的来源。那承担这么多责任，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情绪起伏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尤其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他其实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那
独处我觉得是一个让自己可以去调节自己情绪的一个时刻嘛，对啊。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独处可以增加我们的创造力，对啊，因为你没有静下来，因为我们常常讲创造力的来源是什么？你要保持好奇心，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被事情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淹没，你其实会开始麻痹。那独处其实是可以清空你这些累积出来的这些，就是说一成不变的事情。你会觉得一成不变，是因为你已经看不到有趣的点。就像那个 Pharrell， 对啊，他常常在讲，他很多的影片上在讲，他为什么那么 creative。其实保持好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独处是，我们对外跟朋友往来，或是对外各种娱乐，都是一个输入的过程。我觉得独处是消化 processing 跟输出的过程。所以我相信很多艺术家或是创作者，甚至企业家，他们在外界的这些资讯输入之后，需要有一段时间去处理资讯跟输出。所以像很多像巴菲特也常讲嘛，他每天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阅读。除了他在跟人家对谈之外，阅读很重要，然后阅读完了才能够有想法出来。然后像艺术家或是很多创作者，他们可能还是会在一些比较热闹的场合跟人家往来，但到最后还是需要自己的时间去消化吸收，然后才会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独处是创造力可以萌发的一个必要的行动。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又讲到《阳刚与阴柔》这本书，他第一篇就讲到，他希望每一个男人都应该要有给自己至少1个小时的时间，每一天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那为的是什么？因为他认为男人阳性啦的核心是要去追求一个更规则，就是比自己要在更大的一个目标，对，就是去追寻那个目标。就像我们讲的，阳性是需要目标的。对，所以留给自己一个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当然，对啊，那这个东西就讲到了我们要探讨这个男性的内核。你刚才忘了讲我们节目的开头，有讲吧？你这一集没讲。理解和探索男人内核的频道，就是男子汉学院。重新讲一次。理解和探索男人内核的频道，男子汉学院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你倒装句呢。对，然后独处就是探索跟理解必要的空间。OK， 好，讲得好。对，那讲一下，我们讲了那么久，就是说，很多人会在看，比如说像 Jeff 你现在度过的这段时间是孤独，但是你自己看待它，我觉得更像是你刻意去创造出一个独处的空间。我还是会跟不同人往来，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我也会认识新的女性朋友，也会去吃饭，也会有互动。可是就像我讲的，其实到后面我会不刻意带着目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也会花更多时间在自己身上。对。那所以我想要问的是，你觉得他的那个度在哪？界限在哪？就是说健康的独处跟一个比较孤立的那个界限在哪里？不要一个人开刀，没有开玩笑的。我觉得界限在于说，你的独处如果时间充足到让你能够感觉到满足，然后让你感受到有充电，你的能量有补充，但是又不会多到让你觉得好像孤单。我们刚讲了，孤单是一个情绪嘛。你在独处的时间内，可能有一大段时间是觉得很满足的，可是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你可能就开始会有一点点孤单，就是我好像想要开始把我的心重新放到外界，
去接收一些东西。我觉得你自己去拿捏到那个东西就好。那有些人独处时间可以很长，但这样的人你也不可能勉强他嘛。对，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度，那个度就在于说你是不是完成了你独处的任务，开始准备重新把你的身心灵放到外界里面去接收讯息。那你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最适合的独处的时间。譬如说，有些人可能一天半个小时就够了，有些人可能要3个小时，有些人可能可以隐居1个礼拜都不用跟人家互动，那就是看个人。所以人格为什么 MBTI 现在很受欢迎？因为每个人那个人格特质本来就有一些你要去顺着他走的东西嘛。但是我之前在超难的训练营听过轩哥讲一个定义，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当成今天最后的一个参考，就是内向跟外向的界定是什么？没有人是100%内向，也没有人是100%外向的。那内向跟外向最大的界定就是你获得能量的来源是靠独处，还是靠与外界互动？外向的人在与外界互动的时候会得到能量，但是独处的时候通常会消耗比较多。内在的人是需要独处去补充能量，然后在跟外界互动的时候会消耗你的能量。但是没有人是绝对的，都会有期间跟特定状况的差别。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那就是一个度嘛。如果你今天感觉到我在外面，虽然我很外向，可是我在外面社交 party 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好像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空间的时候，那就是去做适当的选择，而不要被外界牵着走啊！不要回家了，还没玩完什么干嘛？该结束，你觉得够了就是够了。同意，讲得好。年轻人比较会有这个问题啊，再玩一下啦，反正都几点了，然后好了。可是那个时候就是你开始从获得能量变成去消耗了。所以独处跟群居都有一个界限在，那个界限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可以去感受到。是，不知道各位听众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很多人都想独处了。好，那希望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希望你们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或者是在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里面给我们按订阅、分享。然后你对独处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是你觉得性欲对你来讲怎么样宣泄是最好的？欢迎留言，让我们听听你们的想法。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边为止。OK， 感谢 ，Peace out，谢谢大家。